中国公司12公斤黄金非洲被抢，11人的蒙面重机枪团伙作案，直接损失接近100万美元，真的是活久见啊！完全想不到，在2024年还能在现实中见到真实的黄金大劫案。11个蒙面持枪的武装劫匪在非洲的加纳抢劫了一个中国公司的12公斤黄金啊！直接损失100万美金。今天我从3个方面给大家梳理一下这个事儿是怎么发生的，加纳是一个什么样神奇的国度，到底有没有办法可以保证中国商人在非洲的安全。8月14号，中国 A 股上市公司小程科技发布了2024年半年度报告，其中披露了海外子公司黄金被盗抢事件的最新进展。小程科技在加纳的子公司叫 Akroma Gold Company， 在2024年4月18号，11个蒙面当地人员手持制式武器，从矿区没有开发的区域闯入了 Akroma 的矿区，实施了抢劫，并且在警察到来前就逃跑了。同时，他们还制服了矿区的安保团队，造成了部分当地和中方员工的受伤。但还好，并没有造成人员的死亡。同时，这些劫匪明目张胆地抢走了12公斤的黄金。截止目前，通过警察总署、国安部的努力，一共抓到了5到6个人。但是，这12公斤的黄金依然下落不明。我们先来了解一下加纳这个国家。加纳共和国是非洲西部的一个国家，因为盛产黄金，又被称为黄金海岸，是非洲最大的黄金生产国。加纳的全国人口大概在4000万，国土面积呢却只有23.85万平方公里。这个国家到底有多大呢？举个例子广西全省国土面积是23.76万平方公里，所以加纳呢差不多就是一个广西那么大。加纳的官方语言是英语。加纳人有一个特别大的特点，就时间观念特别不强，就是约好的时间基本上都不准时。加纳人均 GDP 是低于非洲平均水平，贫困率呢高达24%，有将近600万人呢是生活在极端的贫困之中。虽然地下埋了那么多的金子和钻石，但是整体老百姓的生活还是非常的贫穷。现在呢，预计大概有4万多的中国人生活在加纳，大概有300多家中国企业在加纳注册和经营。那么我们再说回小程科技这家中国公司，这是一家以黄金开采为主营业务的上市公司。小程科技呢，在非洲的业务一直是收入的重要来源。然而呢，这次抢劫事件是暴露了跨国矿业企业在安全管理方面面临的巨大挑战。小程科技在加纳总共有3座金矿，年产量非常的可观。黄金业务为公司呢提供了超过80%的营收，大概是1.1亿元。所以说，这次12公斤的黄金的损失非常的惨重。近几年中国企业在非洲发生了多起持械袭击的案件。在2023年9月，刚果发生了一起针对中国企业的黄金抢劫案件，最后被绑架的20多名中国员工是被15名俄罗斯瓦格纳的雇佣兵使用了装甲车冒死营救出来。2023年6月，也是在刚果，一对中国夫妇在去往自己的矿上做日常检查的时候，遭到了武装袭击，不幸遇难。2023年3月，在中非共和国的一个金矿，9名中国员工被后脑处决方式中枪打死。2022年12月，还是在刚果，2名中国公民被绑架。更可气的是，家属缴纳了赎金之后，人质依然被撕票。所以目前呢，在非洲的中国企业的安全问题主要是依赖当地政府或者是私人组建的安保队伍。企业出钱购买当地的安保服务，但是呢，这种方式存在2个很大的问题。第一呢，就是非洲当地的安保武装呢不是很专业，就是某个在中非的中国企业遭遇到袭击的时候，雇佣的当地非洲安保人员呢却在第一时间瞬间全部跑路。最后呢，还是花了高价雇佣了俄罗斯的瓦格纳雇佣兵，派遣装甲车和15名专业的雇佣兵，才把20多名中国员工解救了出来。其次呢，不排除当地安保武装和劫匪串通的可能性，因为所有的劫匪对抢劫对象的情况都非常的了解，连黄金藏在哪儿、安保队伍的详细信息，这些所有细节都摸得非常清楚。这就不难说明
这有内鬼的可能性是非常大的。现在，美国、俄罗斯都在非洲有自己的雇佣兵团队，就是专门收钱替人消灾解难的。比如俄罗斯在非洲的项目都是靠瓦格纳雇佣兵来保护。瓦格纳雇佣兵呢，都是战斗民族里面更加不要命的狠人啊！他们对付非洲地方武装，那基本是拳打幼儿园、脚踢敬老院的水平。现在啊，在非洲基本上没有哪个非洲武装敢主动去招惹这个俄罗斯的利益，因为瓦格纳雇佣兵下手那是绝对不留情的。所以呢，也有很多热心的中国网友建议啊，中国其实可以每年从退役的士兵、军官中选拔，然后和国内的雇佣兵公司签署合同，派送到非洲去保护中国企业的安全和利益。而且我们中国自己的雇佣兵呢，兵源稳定，兵源质量又好，有组织有纪律，拉出去就能打。这听起来好像也是挺有道理的。那么我们下期见。